小区门口的油条摊特别火，每天早上都要排队。我天不亮就去排在第一个，等了足足1小时。结果有个大爷二话没说，打着哈欠就站在我前面，自己要了100斤，直接包圆。我忍不住与他争论，排队的几十个人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后来连去警局作证都躲得远远的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在了大爷插队时。你有没有公德心？老子起了个大早，你把位置让给那老头。对啊，那老头要100斤，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去？我孙子还等着吃了去上学呢，迟到了你来负责吗？我呵呵一笑，你们去找我大爷说理去啊，那可是我亲大爷，我替他排队有错吗？队伍最前面的大爷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露出一口大黄牙，还笑着冲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我朝他挥挥手，大爷，你尽管买，等会您去南门加钱卖。说完我就走了。我可是知道大爷是打着油条摊主的旗号转卖正差价的。果然，几秒钟后，身后就传来了1v60的骂战。大爷一个人骂几十个人，居然丝毫不落下风。第二天，我没再去买油条，没想到大爷竟找上门来。你昨天不是说替我排队吗？我过去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？害得我还得跟那帮不懂事的混蛋费口舌。我正纳闷大爷怎么知道我住哪户，楼上的胖邻居提着油条就上来了。他心虚的瞟了我一眼，我瞬间就明白了，亏我之前还帮他家孩子辅导过作业，现在居然把我卖了。我嘿嘿一笑，对大爷说，真不是我不给您排队，主要是楼上这位胖大哥昨天没给女儿买到油条，半夜带着孩子在楼上跳绳减肥，吵得我半夜才睡着，今天闹钟响了都没听见。大爷听完，气得把手里一大堆油条摔在地上。我就说他怎么好心告诉我你住这儿，这死胖子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大爷说完，收拾了一下地上脏了的油条，噔噔噔就往楼上冲。我关上门，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门口，听着楼上的动静。先是咣咣咣的砸门声，接着是不堪入耳的辱骂，直到我上班去，楼上大爷还没放过他们，也不让他们送孩子上学。我心里冷笑，狗咬狗一嘴毛。等我骑上电瓶车准备出发，一辆警车开进了小区。我还想多看会热闹，可上班要迟到了，只能先走。没想到刚上了一半班，就有帽子叔叔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局子配合调查。我请了假，赶到局子，就看到楼上胖大哥满脸挂彩，无精打采的坐在调解室。调解室的另一边还有个人头上缠满绷带，活像个木乃伊。臭小子，你来了，你来给我证明一下，是他们先惹的我。我一听这声音，才反应过来，这木乃伊竟然是那大爷。随后我被喊到另一个房间问话，我从帽子叔叔口中我才知道，其实大爷就是下楼时没站稳，脑袋上蹭破了点皮，而胖大哥脸上是被大爷实打实挠出来的。因为双方各执一词，还都提到了我，所以才把我喊来问话。于是我如实回答，今天早上大爷来找我友好咨询买油条排队的技巧，得知我昨晚因为楼上跳绳没睡好，义愤填膺，上楼跟胖大哥一家去讲道理。至于后来怎么就打了起来，我因为着急上班就不知道了。等我下班回家，发现胖大嫂正堵在我家门口，手里还领着她那胖女儿。都是你害的，我老公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得赔我们误工费。我拿出手机开始录。大爷，可不是我不替你排队，今天我又被胖大嫂堵了，明天睡不醒起不来排队，你可别怪我。我录完放下手机，别介意，我怕大爷找我算账，录个视频备用。你胖大嫂指着我直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胖女儿抹了一把鼻涕，就要往我身上擦，我牵着她的小手转了一圈，把鼻涕全呼在她妈身上了。我嘿嘿一笑，关上了门。胖大嫂领着女儿噔噔噔上楼了。第3天，我又去排队买油条，这次大爷没来，听后面的人说他住院了，讹的是胖大哥。我买油条的时候，跟炸油条老板聊了几句。那个大爷天天插队，还买那么多油条加价转卖，您就不怕他毁了您的口碑吗？油条老板叹了口气，我一个小摊贩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在这儿卖了2年，好不容易攒下点口碑，附近居民都愿意来买。结果这大爷闻风而来，一开口就要50斤，我要是不卖给他，他就往我摊子前面一堵，闹得谁也买不上。最后我也没办法，只能盼着他别来。我听着也觉得他不容易。买好油条后，我直接往医院走，打算给大爷送过去。病房里，大爷正拉着一个小护士不让走，非要他带自己上厕所，说他一个病人腿脚不方便，不从就投诉。我拿着一兜油条，大喊一声：“大爷，给你送饭来了！”刚喊完，我就被绊了一跤，一兜子油条直接倒在大爷脸上身上，把他埋了。怎么天黑了？小护士趁机赶紧跑了。大爷在油条堆里挣扎着，扒出脸，满脸油光。小畜生，你疯了！我乐呵呵地说：“知道您今天没吃上油条，我特意买了给您送过来。别客气啊，您低头趴下大口吃，是不是噎得慌？我这就去给您倒杯刚烧的开水。”大爷推搡着让我走，我以为他嫌弃油条太干不想吃，就把他正在打的吊瓶扯下来，把里面的药水往油条上滋。快吃吧，大爷，药食同源，大补啊！大爷被我塞得噎住了，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恐惧。你特么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我一拍脑袋，大爷好眼色，我眉毛一直掉得厉害，医生说我得找个大爷好好孝敬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大爷。大爷听完猛地咳嗽起来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我把他扶起来，用10成力拍他的背。别急，大爷，您慢慢咳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医生见他脸色都憋紫了，我赶紧冲出去找医生。等回来时，大爷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趴在病房窗户上往下看，正好看见大爷踉踉跄跄的往医院外跑。我大声喊：“大爷，明天的油条您要咸的还是甜的？”大爷被我一喊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这油条我送定了。隔天大爷果然没去插队买油条倒卖，我也没给他送，毕竟总不能一直玩同一个花样。于是我给炸油条的老板提了个建议，让他注册个外卖商家。老板听了我的话，不再出摊，
而是租了个小门头，只做外卖。这天早上我上班时，看见大爷正在原来的油条摊位置破口大骂，他骂了半天，才发现好多外卖员往小区里送打包好的油条。大爷有点反应过来了，反方向跟着就找过去了。最后他在街边不远处找到了那个小门头，大爷把脑袋探进去，狗东西藏在这里炸油条，躲你大爷呢！油条摊主吓坏了，大爷在路边捡起块板砖，哐哐砸门，还拦着外卖小哥不让取餐。可平台上的订单没停，小窗户里堆积的外卖油条越来越多，聚集的外卖小哥也越来越多，但没人敢跟大爷硬刚，毕竟他头上还缠着纱布，谁也不想惹麻烦。大爷，你就让我取了餐吧，我这快超时了。你超时跟我有个屁的关系？大爷，万一超时我这半天就白干了，扣钱啊！扣钱？大爷眼珠子一转，扣多少钱？一个外卖小哥大声说，还以为能博大爷同情，超时一单扣好几块呢。另一个外卖小哥急忙过来捂他的嘴，可已经晚了。你特么告诉他干啥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没等第一个小哥回答，大爷就开口了，你们想取外卖也可以，我也不多要，一份给我1块钱，一手交钱一手取餐，别想把我抬走，我身上可是有一堆病。说着，大爷就亮出了收款码，外卖小哥们都傻眼了，真是活久见。大爷见没人给钱，又说，怎么不舍得拿钱，不怕扣钱了？好几块和1块钱，你们还算不出来哪个多哪个少？其中一个外卖小哥实在忍不住了，咬牙说，给你钱。他扫了码，取了外卖就走。随后越来越多的小哥都扫码给了钱，大爷守在油条摊主窗户边，笑成一朵菊花，这比去倒卖挣钱多了，你们剩下的还等啥？一会就涨价成2块了。刚说完，剩下的小哥也都赶紧扫码给了钱。油条摊主刚才就把外卖平台关了，不接单了，他知道再这么下去，刚付的房租就要全赔进去。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，一听大爷思路这么开阔，怎么不去搞核聚变？于是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去取快递的小窗户那里排起了队。订单高峰到了，大爷却姗姗来迟，他发现我在前面，上来就要推我。滚一边去，别挡着你大爷挣钱。我体重200，大爷根本推不动我。我嘿嘿一笑，大爷您别急，我是来帮你收钱的。大爷一听，只夸我懂事，把打印好的2维码递给我。外卖小哥一看，大爷又坐在这等着了，还找了个1.85米、200斤的打手，顿时更哭丧脸了。我掏出大爷的2维码，来，扫码扫码。唉，怎么扫不了？网络不行吗？这不耽误我大爷挣钱吗？一群外卖员看着我一个人在表演。大爷，你打印的2维码扫不上了，把你手机给我，我扫他们要钱，这样更快。大爷没犹豫，直接把手机给了我。我打开扫一扫，小声让外卖小哥出示收款码。都快点儿，早扫码早取餐。大家心照不宣，我一人给他们扫了1块钱。很快一个早上就过去了，大爷零钱里余额真不少，看来额的零钱都存这里呢。叮叮当当一早上，给大爷干出去100多。等油条摊打烊关门，我把大爷手机往他手里一塞。大爷，一早上100多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积的全是福德，我得上班去了。说完骑上共享单车就溜了。大爷接过手机一看余额，怎么少了100多？再抬头，我已经没影了，只留下我远远传来的祝福。大爷别谢，请叫我红领巾。隔天，大爷起了个大早，依旧在小窗户那里等我，穿了一身外卖服凑了过去，谁知大爷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可等着你了，赔钱！可等着你了，赔钱！大爷消消气，我这就给你转，你要100块还是500块？大爷一瞪眼，当然是500，多出来的是你大爷的精神损失费。我笑着加了大爷微信，给他转了砍一刀链接。大爷你看，这是领500块的地方，我凑了499块9毛9，就差1分钱了，你点进去玩个小游戏就能提出来。大爷原本还想骂这么麻烦，结果点着手机就入迷了。外卖员接二连三取餐就走，他也没反应。等大爷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油条老板已经关门了。怎么还差一点点？刚才不就差一点点吗？之后大爷给我打视频，你是不是蒙我玩呢？我弄了一早上了，怎么还没提出来？我急忙给他发了好几个截图。大爷你看，我这旁边的朋友都提现成功了，是不是你手机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小子别想蒙我，赶紧给钱！我嘎嘣就把电话挂了。谁知大爷居然跑来我上班的地方了，他不喊也不闹，就端着个破碗在门口等。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他儿子，说他忘了家在哪，儿子也不要他，还掏出手机把我朋友圈的照片给别人看。公司里很快就传开了，部门经理叫我过去谈话。我一听，顿时在会议室大吼一声：我大爷回来了！我大爷终于回来了！随后我冲下楼，抱起大爷就开始转圈，直转的大爷干呕不止。数不清的同事趴在窗户上看热闹，我抓住机会，立马大喊：大爷啊，大爷啊，你那老房子也拆迁了，现在改成公厕了，天天客流量老大了。不过拆迁款都被大娘拿走了，养她那个小白脸去了。你不知道，那个小白脸跟大娘生出来的孩子跟你不一样，漂亮多了。大爷终于忍无可忍，闭嘴！行，算你小子狠，你是真不知道大爷我吃过多少盐。走着瞧，大爷我非让你跪着求我！我立马一个箭步冲过去，一把薅住大爷的裤脚。救命啊，大爷！我油条吃多了，看见你就想吐怎么办？大爷吓得好几个机灵，连连后退。我扯着他不放，好不容易挣脱我，大爷扭头就跑，一脚踩进路边狗巴巴里。我这才拍拍衣服站起来，终于踩上了，大爷你真是好运气。说完我就回去上班了。大爷当时就在路边吐了，使劲甩鞋上的粑粑。公司的同事们见我回去，纷纷躲得远远的。
部门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不要影响公司形象，否则就要被处分。请公司一定要按规章制度办事，绝不能让我一颗老鼠屎坏了公司一锅粑粑汤。闻言，部门经理脸都黑了。等我下班回家，刷门禁竟然进不去了，门口保安竟然也拦住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师，门禁坏了，要等队长过来确认才行。租客不能走这个门，得走北门才行。我一听乐了，走北门，走北门我得多走一个路口。再说我都看见好几个租客进门了，怎么就我进不了？过了一会，保安见找不到理由了，干脆大声吼我：你为啥进不了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别等我说难听的话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退房搬走。这时，我远远看到小区凉亭，大爷正端着一个保温杯，一边喝一边看着我这边。我瞬间明白过来，你是大爷的远房亲戚吧？保安一听炸毛了，老子是又怎么样？我们队长还是他亲外甥呢。告诉你，有些人是你惹不起的，趁早躲远点。还真被我炸出来了，怪不得上一世大爷那么在小区横行霸道，物业从来都不管，感情是有人啊。我摸出手机，保安队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，你随便投诉，我还就告诉你，这个门里面老子说了算。别说你一个租房子的，就是这里买房的业主，老子一句话也得给我送烟。我默默放下手机，谢谢了。一句感谢把保安队长听愣了。我把刚才保安和队长说话的录像直接发到了小区大群里，大群沉默几秒钟后直接炸了。靠！我就说那个老头这么作妖，怎么找物业都没用。原来这一帮子都是他亲戚，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滚出小区，换物业。还没1分钟，趾高气扬的保安队长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离得挺远，都听到里面歇斯底里骂人声。保安队长在一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。他挂断电话后扭过头看我，你敢录像发群里？我笑回他，放心，没露脸。赶紧撤回来，我可以当做没事，否则你后果自负。我无所谓的蹲在路边，没事，我就在这等，看看有啥后果。话音刚落，保安队长刚要冲过来，就被几个大妈围起来了。一群大妈围着他挠，保安队长不敢还手，只能蹲在地上捂着脑袋。这时大爷走了过来，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大妈一看正主竟然来了，马上调转枪口，冲着大爷就去了。你插队买油条就算了，那玩意我们血脂高不敢吃，免费的鸡蛋你也敢插队，害得我孙女也吃不上。糟老头子，你还敢过来巴巴？他们都怕你，你以为我们也怕你？姐妹们，给我挠！保安队长趁机跑了，大爷被一群大妈围在中间，抓头发、挠脸颊、扯衣服，分工各不相同。这时候大爷不说话了，只能边跑边躲。热闹看够了，我悠哉回了家。物业这次捅的篓子比较大，群里到现在还没消停。最终物业还是把保安队长和那个保安开除，这才平息了民愤。半夜12点，我的家门被砸得哐哐响，我爬起来一看，大爷正穿着一身寿衣站在我门口砸门。正好我这层楼道里的灯线路坏了，总闸接在了我家里。我在门口监控里看大爷敲得起劲，一把拉下电闸来，整个楼道声控灯全灭了，任大爷怎么跺脚吆喝都不亮。我嘴角一翘，找到了一个恐怖片，连上门口的监控对话播了出来，只听咚的一声，大爷吓晕过去了。终于清静了，我安心回去睡觉。第二天醒来，查了查监控，发现大爷躺了2小时才醒。在此期间，大爷还不幸被下夜班的邻居踩了一脚。至于油条摊主的外卖店，大爷也没再去收钱，估计吓坏了，还没缓过来。刚好物业在群里催物业费，大爷原来仗着物业有人，是万年不交费的钉子户。我打印了一张纸，写着为小区做过贡献的老年人必须共享物业费，还好心的贴在了大爷那栋楼下面。不出所料，大爷隔天就出现了，堵在物业，让每个来缴费的人给他10%。他说自己为小区做了那么多贡献，这物业费理应有他的一份。他还在群里发通知，说哪家线上缴费了，1天之内把10%转他微信上，凭截图找物业退费。来缴费的业主哪管他，直接就扫码给物业了。大爷一看都不尊重他，就一屁股坐在2维码上，谁也不让交。物业的小姑娘都急哭了，急忙给经理打电话，物业经理直接喊来新的保安队，把大爷抬走了。谁知大爷啪的拍出一张检查报告，说自己一堆病，谁碰谁倒霉，直接把一众新保安唬住了。物业经理一个头2个大，直接报警。民警来了，大爷就在物业大厅里躺着，民警也不敢轻易动他。物业经理趁机让大家赶紧缴费，可是谁也不敢动。这老头都说了，已经缴费的还得转他10%，我这交了费，他回头再来找我麻烦咋办？你们赶紧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是。任凭物业经理怎么劝，也没人敢上去扫码。大爷躺在地上嗤笑，我看火候差不多了，直接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听说隔壁小区交物业费发10斤大米，然后小区群爆了，中老年业主纷纷要求送大米。物业经理本来就头疼，一看我又捣乱，直接给我打电话了。祖宗，我求你了，我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老头还捣乱，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。祖宗，我求你了，我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老头还捣乱，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。闻言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这是救你呢，怎么不懂呢？一袋大米才多少钱？物业经理差点恼了，你就你，哎，等等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说完跟我道了声谢，就挂了电话。下午就来了一辆大卡车，运了几百袋大米。大喜讯，本小区交全额物业费送大米了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没过几分钟，缴费的就排起队了，可是大爷拦在前面，不给他钱不行。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。外卖小哥给他钱，那是没办法，这些中老年业主可不吃他这套。谁也不傻，
啊，物业费不交全额，大米就领不走。这次围上来的大妈大概有30多个，大爷把病历掏出来，直接被大妈撕成碎片。大爷往地上一躺，几个大妈把几袋大米落在他身上，开始缴费领大米，生怕交晚了就领不上了。大爷在地上谩骂，不过没人理他，他挣扎着起来，又要坐在2维码上，结果被几个大妈抬了出去，扔进绿化带。之后大爷从绿化带里爬了起来，发现我还在远处看热闹。是你小子出的主意吧？行，就盯着我不放了是吧？就因为老子插你队买油条，等着！说完就走了，留下的那个眼神跟上一世推我下油锅时一模一样。我很确定大爷要用热油了。上一世这一节我受了，这一世得让你也尝尝。上一世这一节我受了，这一世得让你也尝尝。我悄悄跟在大爷后面，看到他在小区超市买了一大桶最便宜的调和油。第2天、第3天，大爷都没了动静，连小区里都见不到他的影。但我家门口藏着的摄像头，每天凌晨都能拍到他鬼鬼祟祟的影。油条摊主跟我说，大爷主动找他道歉了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捣乱，劝他还是回小区门口露天摆摊。我表示大力支持，一定要把油锅支在外面，这样才有烟火气。没几天，小区门口又开始排起长队买油条，大爷也天天来插队。插队的时候，大爷专门看我在哪，就插我前面。他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壶，说是买的豆浆。不过油条摊主的外卖平台还在用，只要大爷插队在我前面，我都乐呵呵的大声说：“大爷，您站我这儿，我点外卖。”然后马上就下单。等我从外卖小哥手里接过来，大爷还在那排队呢。挑衅了几天，大爷见我不上套，干脆就直接玩硬的，直接提着保温壶站在我旁边，朝我脚底下吐口水。我能不知道他那保温壶里盛的什么东西？于是我面色严肃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他身边，在他期待的目光里，伸手把他的壶盖拧得严严实实。之后我把攒了半天的口水吐在大爷脚面子上，然后撒腿就跑。大爷急了，提着保温壶就追我。大爷急了，提着保温壶就追我。我朝没人的地方跑，跑到小区池塘边。大爷追到了离我10几米的地方。终于，我听到砰的一声，保温壶炸了。这跟我可没半点关系，毕竟我只不过是怕大爷豆浆洒了，给他把松着的壶盖拧紧而已。谁能知道大爷在保温壶里装热油呢？我回头看去，大爷身上惨不忍睹。见我过来，他红了眼的爬起来又追上来。我扭身往回跑，跑到油条摊，站在了油锅后面。大爷，这里都是热油，太危险了。大爷直接伸手就朝我掀油锅。我威胁你大爷？可是油锅的温度哪是他能受得了的？刚掀一半就烫得受不了了，一撒手，整锅油都反向倒在他的身上。杀猪一样的惨叫响彻整个小区。我好心的拨打了急救电话，等大爷被送去医院，已经彻底昏迷了。后来我听小区的居民闲聊，大爷在 ICU 躺了好几天，这辈子怕是离不开床了。我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。